你这个手机号怎么着？还没有，信号源是断的，我怀疑对方可能关机了。那你这边，我想办法。各组排查的怎么样了？附近单位比较多，排查需要时间。这个手机信号源还是断的，我怀疑对方可能把 SIM 卡毁坏了。这什么？刚才大厦断电，这是很多电源还没有恢复的信号指示灯。它在什么位置？大厦 A 座。我知道 A 座，A 座什么地方？廖德同办公室。先问你个问题啊，说你们这个系统呢，是不是只负责这一家拍卖行？不是的，整个集团用的都是同一个系统。所有人，廖德同办公室 A 座 A 座，廖庄大志，带所有人立刻赶往 A 座，快点儿！罗队，我们在双子大厦旁边的单位发现2名保安失踪了。有时候，依靠周密的布置、人手的配合，再加上精巧的工具，即使不用真人接近，一样可以把目标拿到手。雷小飞，外号跳蚤，擅长高层建筑物盗窃，曾因盗窃入狱4年，1年前出狱。有人负责断电、断监控，有人年轻身手可以走天窗，精神火，脑子够，幕后策划。庄文杰在哪儿？谁是庄文杰？你装不认识是吧？赶紧告诉我他在哪儿，你把他怎么了？
他在什么位置？廖德同办公室。庄文杰，庄文杰，庄文杰，哎，怎么失灵了？有开关吗？这个？别着急，这也能开。好，哎，怎么卡住了？哎，来一块来，1、2、3。这不对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抽氧系统。抽氧的。是的，赶紧过来。庄文杰，坚持住啊！庄文杰，赶紧对上网，快！好。坚持住。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庄文杰，庄文杰，开走！怎么样？病人的心率呢还有点弱，需要吸氧再观察一段时间。电击呢对他的心脏肌肉伤害很大，又在缺氧密闭的环境中待了20多分钟，大脑缺氧非常严重。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，要是再晚点的话，这人就没了。啊！文杰，这怎么还昏着呢？哦，他刚才醒了，后来给他注射镇静剂，现在他属于正常的昏睡状态。一会儿送他去高压氧舱，大约再过10个小时吧，他就可以醒了。谢谢。好，台总，谢谢啊，没事，谢谢。哎，这2天你在医院留着照顾他吧，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去了。白叔，罗顿，金库里发现的这台电脑硬盘已经被化学药剂腐蚀，彻底损毁了。佳姐说没有办法做数据恢复。我刚问了廖德图，他说电脑里的数据特别多，有自己的重要生意合同、财务往来记录，
收藏品清单，还有电子版的鉴定证书。他也不知道丁生火到底是盯上了什么。为什么要在得到数据之后还要毁掉硬盘？毁硬盘不就为了毁证据吗？如果丁生火这帮人费这么大劲，只是为了一份数据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件事没有廖德同说那么简单。这样，把廖德同带回去慢慢审。这事情确实是有点蹊跷。但是罗队，刚刚廖德同的2个律师来过了，说廖德同虽然之前有收赃的行为，但之后呢，都积极配合咱们的行动。现在这情况，他才是受害者。咱们刚才聊的都是咱俩的推论，也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。咱把他带回队里审，不现实啊。好吧，看来要把这件事搞清楚，关键还是得在丁生火呀。我知道了。罗队，您来了。醒了吗？刚醒半个多小时，医生来过一次，说再给他检查检查。丁生火都被抓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罗队，可惜那幅画被他们给毁了。放心吧，那幅画早还了。丁生火改装的那个卷轴被我们拆了下来。弄清楚里边那玩意儿到底是干嘛用的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卷轴换到了另一幅假画上，让廖德同照常把画挂在了金库里，以最快的速度用赝品替换了所有藏品。所以说，这个画就是我从你家随便蹬了一幅。我画的。你要这么平静吗？此处不该有掌声吗？你能想到丁生火让我回家拿画，提前把画放我家里边，这才是我觉得你最厉害的地方。说实话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办啊，怎么办？我当时甚至都想跳车了。直到我回家看见那副窗帘，还有桌子上被掀开的桌布。不过，那俩脚印应该擦掉，也跟我太不像了。要不是小刀没那么聪明，早就看出破绽了。你说丁伟是吗？这都是门口那祖宗给我造成的麻烦。对讲机通知晚了，我来不及啊。哦。没想到啊，这刑警队长也会甩锅。你拿我开玩笑呢？啊？好在都过去了，好在你也没事儿。所以你知道今天我看见你全虚全已，完好无损躺在这儿，你不知道我松了多大一口气。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还是别人对你有什么评价，只冲你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，我认你这个人，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今天我过来主要是想问你，丁生火和你进了金库做了什么？当时丁生火利用金库里的电脑导了一些文件，当场就传到一个邮箱里边。不过那邮箱我没太看清。文件看清了，
也没有。说吧，你到底把文件传给谁了？什么文件？我劝你啊，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我们。他们两个可是一进来就全都招了。你现在呢，要是说出背后指使，还能算你一个主动交代情节。你要是非替他硬扛着不说，我们很快也能查出来。那你们去查呀。办了这么多年案，看走眼了。我以为你丁生火是个人物啊，运筹帷幄呀，逻辑缜密呀，没想到你就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马仔。你现在被人抓了，你现在还在给你这个后台这大老板遮遮掩掩的，看错了。这么明显的激将法，给你用啊？不值当，得是跟像什么庄耀柏那样的人，我觉得值得记一记。看来罗队长做了不少功课。谈不上，谈不上。就是有些事儿呢，我还是没弄明白。你说你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你怎么就能信得过庄文杰来配合你呢？你还对人下死手。既然查了，你就应该知道我和他爹的事儿，父债子偿，很公平。父债子偿，这多少年老黄历的话了，这都。这说白了，不就是你弄不过人爹，把这仇记到人儿子身上？幸亏没弄出人命，你还有机会，主动招了吧？他没死，你以为呢？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把那些文件传给谁了吗？我只能说给一个人听。谁呀？庄文杰。逗我们玩呢是吧？不劳您大驾了，带看守所问。你可别后悔，过了今天晚上就来不及了。父债子偿，这多少年老黄历的话了，这都。这说白了，不就是你弄不过人爹，把这仇记到人儿子身上？幸亏没弄出人命，你还有机会，主动招了吧？他没死，你以为呢？是不是很意外？我就是觉得替他感到惋惜吧。怎么说呢？你仔细的想一想，庄文杰在这件事情里面，他表现的怎么样啊？他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吗？为什么我那么多的手段都被他识破了？因为他的脑子里一直都在琢磨这些，这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本能，他控制不了。你就看吧，总有一天，他自己会忍不住试一次。可是不一定。凭我对这个孩子了解，人家跟你不是一类人。我就不相信你们没有因为他爹的身份而怀疑过他。哟，这个事儿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他爹庄耀柏确实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，甚至是折磨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庄文杰是帮我们抓贼的英雄。所有的困扰、折磨、误解都不是事儿。庄文杰会有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爱情。上学的时候他会好好读书，毕业的时候找一份正正当当的工作。他也会有一个
一定会很幸福的家庭。所以啊，庄文杰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觉得你别操心了。他的人生不取决于你的判断和分析，不取决于你刚才说那些陈词滥调，只取决于他自己。只要他努力，只要他不做错事儿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说坐在你这个位置来跟我谈话。我很意外，罗队长这么能聊。行，整理一份记录，让他签个字，今儿不问。都整理好了。来，啊，这个位置签上字。签字啊！罗警官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今天晚上给你留下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印象。但是我觉得，恐怕不能就这么结束了。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我听了罗队长的一番话，我突然有一种冲动。冲动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把那些文件传给谁了吗？你现在想交代了？是的，但是我只能说给一个人听。谁呀？那我们走了，文姐，你自己看着点那个药水，输完了你自己叫护士啊。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给我俩发微信吧。走了，文姐。好。拜拜。庄文杰，怎么样？简单吗？逗我们玩呢是吧？不劳您大家了，直接带走看守所，不问了。你可别后悔，过了今天晚上就来不及了。你先跟我说道说道，为什么非得是他呢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他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，选择普通人的人生。这个丁生活为什么非要在今天晚上就见庄文杰呢？你就不怕他耍什么花招啊？丁生火盗窃廖德同办公室金库，肯定有人在幕后指使。之前审了几次，他都拒绝交代，这会儿他又突然提出要求，局长，我觉得是个突破口。罗队电话。喂，罗队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啊。有个急事儿，我跟你直说了。有个人要见你，丁生火。啊？我好了。你那边呢？我看不清外边，帮我看看楼道里的情况。2个探头，一个站在西南方，一个站在东北方。不是大哥，你玩我呢啊？
那不管怎么样，总有一个方位他肯定能拍到我呀。那怎么办？快没时间了。不是，这也太冒险了，咱换个方案不行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哎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死就死了。刚才我专门请示了这领导，领导做了重要批示：第一，必须保证你的安全；第二，要充分考虑你的身体健康和个人意愿。我知道，他胁迫过你，也伤害过你，所以你有权利拒绝。你要的东西拿到了，现在能先把这玩意儿关了吗？时间快到了。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，求你了，快点儿，这玩意儿要炸了！罗队，专门你也来了。哎呦，太麻烦你了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，一会儿进去，任务很简单，就一样，问清楚他把文件传给谁就好，然后马上就出来，不用过多纠缠。只要你觉得不舒服，随时可以叫停。好。真不可思议！怎么又见面了？让你失望了。谈不上，你这次只是运气好，但人不可能每次都走运。别废话了，你现在可以交代，你那些文件是发给谁的了吧？你现在关心的是这些文件，还是更关心我留在你家里的东西？这个丁生火，还真以为那幅画被烧了呢。丁生火，别扯有的没的，回答问题。你把文件传给谁了？你吓到我了。你要是再继续这样，就没什么可聊的了。那个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是通过网络电话联系，没见过面。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有必要骗你们吗？邮箱地址忘了，别见怪，我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，不然的话
不然我也不会把它写上纸上，对吧？照你这么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耍我呢？人是谁，我的确不知道。但是接下来的消息，你应该很感兴趣。3个月前，英国苏富比举办过一次拍卖会，你可以让罗警官去查一查，会有你们警察感兴趣的线索。然后呢？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你大半夜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这还不重要吗？要是你想知道详细的情况，那你就得快点儿。过了今晚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是今晚？我料定了，甲子日东风比那江。丁生火唱的这是哪出啊？这坛台筑塔归港。丁生火，你混蛋！哎，庄姐，你玩我是不是？干嘛呢？你玩我？文杰，听我说，你冷静点啊！你玩我是不是啊？冷静点！你是不是玩我？庄姐，生火，你玩我！别生火！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激动上了啊？你说他之前要害我，现在大半夜把我叫过来，还唱戏来戏弄我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是你帮我分析分析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你说他大半夜他为什么要唱戏啊？啊？不，呛着了，没事吧？我给你叫医生啊。哎，算了，你我直接送你回医院了啊！今天不为难你了。回头我送他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这晚上给人折腾过来也怪不好意思的，我送你啊。那你们就收拾下班啊，然后抓紧看一下丁生火的线索到底靠不靠谱啊。走吧，走，送你回医院，今晚也辛苦了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东部地区的暴雨已经停了，下一班的人们呢，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，因为今夜只会有零星小雨。刚才也有网友打电话来抱怨天气预报不够准确，中部地区居然一滴雨都没有下。不过他们也可以理解嘛。火势比较大嘛，局部地区出现江水急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咱两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我当这么多年警察，还头回遇到丁生火这事儿。你能明白他什么意思吗？那你得再提审一下他。会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罗队。好。文杰，现在这个案子越搞越复杂了，真是不想把你牵扯进来。何况你说你这个身体还……也没办法，有的没的你都担待。
等你出院吧。歉意和谢意一并表达，请你吃顿好，好好养病。谢谢罗队。咱俩可是好朋友，有事你可不能瞒着我。你现在关心的是这些文件，还是更关心我留在你家里的东西？你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拿到照片的吗？这张照片是我和你爹12年前合作的基础，这可是你爹拍的最好的一张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如果他真坠江了，那照片怎么会在我手上呢？仔细想想，他这样的人，你不会以为他真的死了吧？怎么样啊？有发现了，罗队。这么快？嗯，我和双呢？你看，3个月前，也就是6月12号，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举办过一场夏季拍卖会，在当晚的7件拍品当中，只有1件是跟咱们中国有关系的。这什么东西？你看啊，这个珠宝，它的名字叫月神之泪，也是当晚最重要的拍品，价值有600万。这么贵？相传呀，它是由春秋时期的宝玉打磨成的，之后又由宫廷大匠改成了吊坠，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丢失的。这次的苏富比拍卖会是他的第1次现身。买家呢？新闻上说是由一个咱们中国的神秘买家拍的。丁生活所谓的线索就是一串珠子，必须把买家的信息拿到手。这可不好找，罗顿，这都是匿名买家，还得国际刑警配合才可以。丁生火说的也不能全信吧？那万一随便找点新闻忽悠咱们呢？我不管，称得上是线索就必须跟进。另外，让小叶把今天晚上谈话那个视频拷给我一份。好，好嘞。
罗队，罗队来了，什么情况？好啊，保险柜盗窃，我们7点30分接到报案，老王他们已经在里边了。罗队，你说盯着我的案子还没结束呢，咱这又来一新的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一大早。这边，你这2队3队每天忙得跟什么似的，给你分配点事儿，怎么那么多毛病？哎，廖川怎么没来？他有别的任务。哦，走，老马。哎，罗队。罗队，哎呀，门锁上虽然没有人为破坏的迹象，但是保险柜被撬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从门口到书房的脚印当中可以判断，嫌犯的目的性很强。可以肯定的说，保险柜的具体位置他很清楚，而且在作案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手法娴熟，肯定是个老手。数字密码保险柜，这都能撬得开？你看，这个面板的按钮上涂了检测剂，在光线下会出现荧光。嫌犯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来了解哪些数字是经常使用的。不对，你糊涂了。他如果知道密码，人何苦把这保险柜撬成这样？还有，他光知道数字，他不知道顺序。你说的很对，你再看，这个电子中枢平时是镶嵌在保险柜里的。嫌犯为什么要撬到这个面板？那是因为嫌犯要用自己的解码器连接后台，而6个不同的数字有720个组合，解码器的速度非常快，用不了半分钟就能够匹配出准确的密码。高科技啊！丢什么了？一本小说啊？是一本小说原稿，罗队。保险箱里呢，所有的贵重首饰一件没丢，3万美金的现金1分没少，独丢了这一份小说原稿。写小说现在不都用电脑吗？他没备份吗？真没有，独一份，而且失手还说了，整个小说都是用这玩意儿打出来的。我以为这就是个摆设呢，真有人用这个。罗队，千万别碰，这可是民国21年造的中文打字机，据贾吉言说，就是当年林语堂改造的那台，金贵的很。每天这台机器需要早晚2次的机油保养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贾作家特意叮嘱，千万别碰，说就算是碰掉一块漆，都得赔掉咱们1年的工资。别看我，这完全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，人家不让碰，就别碰了呗。凭什么呀？咱俩这双手什么值钱物件没碰过？你们俩听着啊！只要是在犯罪现场存在的所有的物品，都应该在我们警方的勘验范围之内。那么说，这部打字机跟我们现在重要的丢失的物品那本小说有着直接关系，所以呢，这台打字机再贵重，我们也应该碰一下。别碰！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？去博物馆也随便用手摸吗？把手拿开！啊，这位是失主贾金言，这位是我们您好，贾老师，我呀，等等，是我哪知道什么时候找回来呀？你们出版社问警察去啊！我不比你们着急吗？你不知道这个对我多重要。
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。没有，你是不记得我了？咱们在刑警队见过，我叫廖双。哦，廖警官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庞警官呢？他呀，还有别的任务，从今天起呢，就由我来照顾你。照顾我？不用了吧？那可不行啊，这可是罗队亲自交代的呢。可是单论照顾的话，庞警官是男的，更合适吧？不合适吧？廖双她毕竟是个女的，您到底怎么想的？女的怎么了？女的，人家反应力、判断力比你都强，我看你还不如女的呢。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廖警官心思活泛，能比庞警官更细心、更周密的照顾我。你呀，能理解罗队的苦心就好。当然理解。这我有点不理解了，不就是照顾个人吗？我这反应能力也不弱呀。昨晚上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啊？我是想了一宿。丁生火一直死拽着庄文杰不放，就为了一句话，专门把人从医院调过来，还唱出戏。您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挺怪的，但也不知道怪在哪儿。怪在两个人都怪。庄文杰平时那么理性，我怎么昨天反应就那么大？我都在琢磨，是不是丁生火审讯的时候对他做了些什么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。哦，所以您把审讯录像要走了。罗队，您派廖双去医院是为了盯着他吧？盯着他不是为了保护他吗？我跟庄文杰说了，有什么事也别对我们隐瞒。我看这小子，我不想同样的话再找别的人跟他说一遍了。罗队，这里勘察的差不多了，回去我就出报告，然后咱们再做详细的案情分析。行，回头咱们再说。那你们先撤呗。行。怎么了？我饿了。哦，等一会儿，一会儿饭就来了啊。不是廖姐，医院的吃的我有点吃不惯。是吗？行，那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。那就太感谢了。别跟我客气，罗队说了，让我照顾好你，首先肯定就得让你吃好呀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想吃那金宝街的老汤馄饨，特别好吃。是吗？行，那我给你点一份。哎，他们家不送外卖。这样啊？行，那我就去给你跑一趟。那就辛苦廖姐了。等着啊。好嘞。呀，怎么了？瞅我这脑子，这金宝街离这儿可有段距离呢。我这一来一回的得不少时间，买回来馄饨都凉了。没事啊，他们家馄饨凉着也好吃。那可不行，你现在正是养身体的时候，别得把肚子给吃坏了。要不这么着，
我看呢，医院也有馄饨，一会儿我让护工给你端一碗来，热乎的。行，辛苦廖姐了。不客气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。那什么，廖姐，我就不打扰你看书了。我先回房去了。哎，一会儿馄饨来了，我给你端进去，你对比对比，看看医院的和那家哪个更好吃。您辛苦了。嗨，你客气。贾金岩，国内知名的情感文学作家，已婚，没孩子。她的老公叫孙同芳，在一家科技公司是部门主管。被盗的书稿就是贾金岩即将要出版发行的小说《双花之恋》。这是被盗现场的情况，保险柜里的首饰、现金分文未动，很明显，窃贼的目标就是那份书稿。根据我们现场提取到的脚印，经过比对之后，我们可以初步断定，嫌犯是一名1.78米左右的成年男性，具有相当娴熟的开锁技能。我们在小区的地下车库以及走廊的摄像头里，都拍到了嫌犯的身影。这不简单了吗？咱就按着这监控找。可问题是，现场的嫌犯，他不可能是一个人。这是贾金岩公寓的门锁，是一款进口的智能门锁。它区别于其他门锁的功能是在于，它可以实时的分发密码，也就是说密码在不停的变换。用常规的这种破解密码的方式想要进入是基本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的马科在带着我们做了现场勘查之后，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这个门是被远程攻击后破解的。你要是想知道所有的真相，就得替我办件事儿。但你要记住，你只有48小时。你要是听明白了，就冲我喊一句。你混蛋！